今天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如果您现在还看不懂为何实质负利率其实是变相在印钞票，那您辛苦累积的资产可能就危险了。近期美国公布4月份 CPI 和 PPI 都创下3年以来最大涨幅，显示在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下，高涨的能源价格导致通膨大幅升高，造成美国30年期公债殖利率突破 5%。 另外，根据芝商所 FedWatch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基本上已经完全排除美国今年降息的可能性。然而，当您把钱放在任何名目利率看似稳定，但可能未实质负利率的地方，则您的实质购买力都在不断地被吞噬。这正是股神巴菲特不断警告，通膨是一种不用立法的税收，它会无形中吃掉你的财富与储蓄。究竟什么是实质利率？简单来说，就是您将钱拿去投资或者存起来，名义上拿到的利息，扣掉通膨率之后所得到的真实报酬率。举例，如果银行给您 4% 的年利率，但现在的通膨率是 5%， 那您的实质利率就是负的 1%。 这意味着，虽然1年后您账户的数字增加了，但您实际上能买到的东西反而变少。这就是实质负利率的残酷真相。由于全球债券市场对于利率的敏感度极高，当投资人发现名目债券收益率根本无法覆盖高通膨时，就会选择抛售债券。这也就是为何近期债券收益率大幅上升，而债券价格全面暴跌的主要原因。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各国央行继续坐视不管，一路狂飙的能源价格和结构性通膨，很可能会把实质利率拖入负值深渊。根据费城联准会最新公布的调查显示，市场专家预计今年第2季总体平均通膨率将高达 6%。 面对如此高通膨的预期下，目前的利率水准显然已经是不够了。事实上，实质利率变低其实是一种变相的隐性货币宽松政策，对经济具有极强的刺激作用。因为当借钱的实质成本变成负值，聪明投资人就会更倾向于借贷及投机，而不是老实的储蓄。当然，实质利率之所以会在短时间内迅速下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场中东地缘冲突所引发的能源危机，导致原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全面失控。但无论如何，这已经让掌控货币政策的全球央行陷入一个两难境地。如果选择加息来压制通膨，那么债务成本可能会加速引爆经济衰退，造成股市崩盘。但如果选择维持现状，一旦未来通膨完全失控，货币信用将彻底破产，甚至重演2022年的惨况。尽管澳洲和挪威央行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率先启动加息步伐，但大多数的全球央行仍选择观望。回顾2022年，当时全球央行也一致认为通膨是暂时的，结果导致通膨彻底失控，随后不得不进行史诗级大幅加息，引发了全球资产价格的大幅动荡。如今历史很可能正在重演。除了美国联准会，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央行包括英国、欧洲及日本等，仅有英国央行的实质利率勉强维持在正值区间，而欧洲央行经通膨调整后的实质政策利率目前已经来到负 1% 水准，这是自2023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欧洲各国在能源危机的直接冲击下，加上经济基本面本来就脆弱，如今又面临实质负利率，
未来经济展望恐不乐观。日本由于高度仰赖能源进口，在中东冲突延续及油价攀升下，日本正面临成本推升物价与经济复苏疲弱的双重压力。随着日本央行预估基础通膨率接近 2%， 实质利率将处于低水准。这时可能许多人想问，既然实质负利率让债券跌很惨，为何美股还能创新高？这背后其实隐藏核心的推动力。首先，债券收益率的上升并非只是地缘冲突导致的能源供应冲击，这一次的通膨背后还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技推动力，就是人工智慧的支出热潮。人工智慧的横空出世，引发全球对晶片、伺服器以及相关高阶技术的推动浪潮。根据华尔街机构最新估计，2026年美国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资本支出预估超过8000亿美金，更夸张的是，预估到2031年，全球累计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将达到难以想象的 7.6 兆美金。这些巨额资金直接反映在主要晶片供应商的市值上。例如美国的辉达已经成为史上第一个超过5兆美元市值的公司，而韩国的 SK 海力士市值在1年前只有1000亿美金，而在高频宽记忆体 HBM 的大量需求下，如今市值已经超过1兆美元。在这种人工智能资金狂欢下，市场出现一个奇特的背离现象，即便美国公债收益率居高不下，名目利率维持在高点，且美元表现得异常强硬，全球的投机资金依然疯狂涌入科技股。高盛的最新数据更揭示一个残酷的事实：美国当前的整体金融环境其实已经处于过去4年来最为宽松的水准。名义上的高利率，在人工智能资金浪潮和实质负利率面前，根本没有起到收紧效果。当前的债券市场全面暴跌，正是聪明钱和老练投资人逐渐失去耐心的明确表现。面对如此严峻的市场局势，我们该如何守护自己辛苦半辈子累积下来的老本？在实质负利率的时代，黄金的保值性将会被无限放大，因为实质利率就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当实质利率是正值的时候，您把钱存在银行或者买国债，除了能对抗通膨，还能获得额外的真实购买力增长。这时候不生利息的黄金却实显得不吸引人。但是一旦实质利率跌至负值，就意味着您把货币资产放在银行或国债里，是在稳定的亏钱。这时黄金至少不会让您的购买力缩水。黄金千百年来作为终极货币的底层逻辑，就在于它无法被任何国家的央行凭空印刷出来，它的稀缺性是物理定律决定的，而不是由政府的财政赤字决定的。对于我们大部分投资人而言，现在最需要预防的风险，不是资产价格短期的回荡波动，而是长期的不可逆的购买力灾难。如果您将大部分的资金或退休金都放在名目的定存或者看似安全的债券型基金里，在名目高通膨与实质负利率的夹击下，等到10年、20年后，当您真正需要用到这笔钱时，您会发现它的实质购买力已经被大幅下调。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因此，适度将实质黄金或实物黄金配置纳入财富架构中，是确保世代财富传承的核心关键。巴菲特也曾强调，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才是你得到的。
黄金在负实质利率环境下的历史价值是经过数千年历史检验的，它能够在风雨飘摇的宏观变局中，为您的财富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护城河，让您辛苦累积的家业能够安然无恙地传递给下一代，真正实现世代财富的稳健传承。此外，在资产配置上，我们也可以借鉴巴菲特，他已在遗嘱中交代，在他过世后留给妻子的遗产中，90%投资于标普500指数基金，另外的10%投资于短期政府债券。为何巴菲特会选择标普500指数基金来作为世代财富传承的工具？巴菲特曾不断强调，对于绝大多数没有专业能力的投资人来说，最好的投资标的就是低成本的标普500指数基金。为何是标普500？因为买入标普500等同于买入美国国力的精华。您买入的是全美国最强大、最具全球竞争力的500家上市企业。这500家企业拥有全球最强的护城河、最顶尖的人才、最强大的研发能力以及最强大的定价权。有关巴菲特建议投资人购买标普500的完整影片，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点击右上角资讯卡观看。总结来说，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正处于一个极其关键的十字路口。债券市场的暴跌不是偶然，而是实质利率跌入负值所引发的必然连锁反应。面对这样的局势，盲目追高或者消极储蓄都是危险的。唯有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实质负利率正在悄悄吞噬你我财富的本质，并透过资产配置来锁定真实购买力，才是守护退休老本、实现财富传承的智慧之举。如果您希望掌握黄金最新资讯，欢迎订阅本频道。我们将持续为您追踪财经资讯，您每一次观看所投入的时间，都将在未来转化为更清晰的判断以及更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的专注聆听，我们下期再见。祝各位投资顺利，拥有平静且充满智慧的一天。